上一讲我们说到，量子力学里面有很多奇怪的现象，但如果我们用波粒二象性的视角去理解的话，奇怪的现象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了。其实啊，波粒二象性的用处还不止这些。有了波粒二象性以后，物理学家发现，我们原来对世界的很多认识和它真实的样子还真不一样。就比如说，我们对确定性的认识。这一讲我们就来学习量子力学的一个重要原理——不确定性原理。这个原理也帮我们重新思考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性信念：世界是不是确定性的？听起来答案好像呼之欲出啊！很多科普文章都是这么说的。既然世界都是由原子组成的，原子都遵循量子力学，而量子力学又有不确定性原理，所以啊，这个世界就是不确定的。这段推理啊，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，但是答案并不完整，缺失了很大一部分。到底不完整在哪儿呢？学完这一讲，我相信你就会明白。我们先从确定性说起。我们说世界是确定性的，指的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。社会经济、历史文化，还有人的精神世界等等，这些高层次的现象都不在讨论范围之内。在讨论这些现象之前，我们都必须搞清楚物理世界的确定性，否则啊，谈论整体世界如何都是不稳固的。那物理世界的确定性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请你想象一个场景：8月15中秋节晚上10点，我带你来到西湖旁边，问你3个问题。你看见月亮了吗？你知道月亮在哪里吗？2个小时以后，月亮又会在哪儿呢？我猜你会自信而坚定地回答：我看见月亮了，我知道月亮在这儿，2个小时以后啊，月亮会在那里。你的手会指向现在月亮位置偏右的一个位置。回答正确，这就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。我们可以指定一个物体，测量它现在的位置和速度，根据这2个物理量，我们就能知道下一时刻这个物体的位置。事实上，我们今天还可以预测500年以后的月食什么时候发生，是发生月全食还是月偏食，这些我们都能准确知道。你可能会来挑战一下，老师，我要是抛个硬币，你说是正面还是反面呢？在硬币落地之前，你能确定吗？我也会自信而坚定地回答，这要看我想不想确定。抛硬币啊是一个物理过程，只不过影响的因素比较多，测量这些因素需要的精度比较高而已。我要是有那些设备，我就能在硬币落地之前知道它是正面还是反面。所以啊，物理世界是确定的，能不能提前预测，那只是我们能力的问题。这就是量子力学诞生之前人们对世界的信念。不幸的是，如果把月亮缩小成一个电子，这个信念就要守不住了。再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，我把你带到原子核上，此时月亮成了一个电子。我再问你第一个问题，你能看见月亮吗？你会回答，我只看到了一团云雾。一团云雾是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啊，月亮同时，注意啊，是同时，在周围空间的任何位置，所有位置，每一个位置。这还不是最奇妙的，最奇妙的是月亮还在以各种速度，好多个速度，不止一个速度在同时运动。这个场景违反我们的日常逻辑，这太诡异了。这里稍微深入一点，这种状态就是物理学家口中总说的那个词儿——叠加态。不严格的说啊，位置的叠加态就是指粒子同时处于好多个位置上，速度的叠加态就是指粒子同时拥有好多个速度。用叠加态这个术语，下面我就可以方便的说话了。别忘了啊，咱们现在可是一起站在原子核上呢。我现在接着问第2个问题，你看见月亮在哪儿了吗？你看不见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给你一个激光探照灯，你来照一照。第2个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你会发现，你不能确定月亮到底处于什么物理状态。这个物理状态啊，至少要包含2个信息，一个是位置，一个是速度。有了这2个信息，我们才能预测月亮下一时刻的物理状态。诡异的事儿又来了，你用激光一照，确实能找到月亮的位置了，但是月亮有时候在这里，有时候又在那里。更要命的是，你测量它的时候，
一次只能确定一件事，就是说你可以确定月亮的位置，你也可以确定月亮的速度，但是你不能同时确定这两个信息。我们深入一点，用量子力学的术语再表达一下。在你测量之前，月亮既处于位置的叠加态当中，同时也处于速度的叠加态当中。当你测量的时候，如果减小月亮位置的叠加程度，就是越来越确定的知道月亮的位置在哪里的同时，你也会增加月亮速度的叠加程度，月亮呢就会同时以更不确定的速度在运动。反过来说也一样，我再说一遍反过来的情形。当你把速度的叠加程度减小，反而会增加月亮位置的叠加程度，月亮就会同时处于更不确定的位置上。这就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在原子核上呢。我还有第三个问题呢。2个小时以后，月亮又会在哪儿呢？我猜，这时你的回答一定是：我不知道，我不可能知道，没有人能知道。在做出最终的结论之前，还有一个历史错误要修正，那就是说量子世界存在不确定性，是不是因为我们的测量对它造成了干扰呢？你想你要是测量一个粒子的位置，就必须发送光子去看，就像我给你的激光探照灯一样。光子一碰到要测量的粒子，它就会改变粒子的速度，从而带来不确定性。我确定的告诉你，不是这种情况。量子世界确实难以测量，但不确定性是它的内在属性，和测量没有关系。曾经有人把不确定性原理翻译成测不准原理，这个翻译导致了理解错误，让人以为这不过是个测量的难题。不确定性原理的本质就是一个粒子身上有很多一对一对的物理量，它们形成的叠加态都会这样此消彼长。注意这里的关键是一对。我刚才说的位置和速度，这就是一对物理量，但是它们只是不确定性原理的一种情况。除此以外呢，还有很多组成对的物理量也符合这个关系，比如说能量和到达时间、角动量和偏振角度等等。我还要强调一下，我说看见一团云雾是一个比喻，是说粒子所处的位置画出来像一团云，而不是说你真正的看见了一团云。我说的用激光照一照，指的是实验测量，这才是你真正能看见的东西。其实我们觉得不确定性原理非常诡异，只是因为我们总是把电子想象成单纯的粒子。还记得波粒二象性吗？任何粒子既是粒子又是波，从波的角度看，这个情况非常好理解。如果你学过波动理论的话，就会知道自然界的波本来就处于不同波长的叠加态，波长和位置本来就会形成不确定性关系，所以这个不确定在具有波动性的电子那儿也存在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没有这个背景知识的同学接受起来可能会难一点，这很正常。你只要记住这个不确定性原理也是波粒二象性带来的就好了。到此为止，我们还能放心地说物理世界的本质就是不确定性吗？还不能，这个看法太简单粗暴了。为什么呢？有3个理由可以帮助你深入思考。第一，单从粒子的视角看，量子世界当然是不确定了，因为在每个时刻，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都至少有一个是不确定的，这就意味着你永远也无法预测每个粒子下一时刻到底会跑到哪儿。但这是单从粒子的视角看，如果从波粒二象性的视角看，这事儿又没那么悲观。这是我给你的第2个理由。物理学家可以用一种数学公式来描述粒子的物理状态，也就是那团云雾的形状。这种数学公式叫波函数。知道这一时刻的波函数，就一定能算出下一时刻的波函数，就能够确定那团云雾下一时刻会跑到哪儿，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团云雾的轨迹既包含粒子所有可能的轨迹，也包含每种轨迹的概率分布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不确定性中又蕴含着某种确定性。第3，如果这样的粒子有很多，形成了像月亮那样的宏观物体，那么粒子就会通过相互影响，把不确定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。这个时候，它们就相当于收起了波动性，只体现粒子性，于是就有了我们熟悉的经典世界。所以，我们仍然可以用经典力学来准确地预测500年以后的月食。你看，
物理世界有些事儿是不确定的，另一些事儿它又是确定的，这仅仅取决于你的视角是什么。就本质而言，世界是不是确定性的，这个问题只和人类有关，而跟世界无关。总结一下这一讲的内容，我们一共讲了2个重点，一个是不确定性，是量子世界的基本性质，与测量无关，它是指粒子的一些成对的物理量的叠加态，存在此消彼长的数学关系。另一个是世界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，这取决于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视角。任何简单粗暴的答案都会损害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。最后有一个思考题，你对什么样的事情感到确信无疑呢？请你用2种以上的不同视角把它重新叙述一遍。这一讲的最后我们已经提到，粒子轨迹的概率分布是确定的，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，概率性。我们下一讲详细讨论。